这是我用 AI 做的第一款产品，已经上线了。那我是文科生，没写过一行代码，从想法到上线呢，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。今天跟大家完整复盘一下，我是怎么通过 Vibe Coding 做出一款能赚钱的产品，以及更重要的，踩过哪些坑，你可以提前规避。先说个结论啊，如果你想通过 Vibe Coding 做点东西，那现在呢就是最好的时机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第一，门槛真的是降低了。以前你想做个产品，要么自己学编程，要么花钱请程序员。那现在有了 AI， 你只需要会说话，把你的需求描述清楚，那 AI 就能帮你写代码。第二，机会窗口期还在，那现在入场呢还不算晚。很多人还在观望，还在怀疑 AI 到底行不行，但其实已经有人在闷声赚钱了。等大家都反应过来，市场就会变得拥挤。第三，路径是可验证的，这不是空想。我看到市面上已经有人通过 Vibe Coding 赚钱，有人愿意为这样的产品付费。你不需要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方向，只需要找一个已经被验证的需求，然后去做就行了。所以我想说，如果你一直想做点什么副业，想多一条赚钱的路，现在呢就是最好的时机，不要等就晚了。那说完为什么要做，接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做什么？那很多人卡在这一步，不知道该做什么产品。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个3步的选品法。第一步呢，从自己的痛点出发，想想你平常工作生活中有什么重复性的麻烦的事情。那比方说我做视频，经常需要把视频转成文字，那市面上的工具要么太贵，要么太复杂，要么呢就是功能不好用。那这就是一个痛点。第二步，验证市场需求。那光有痛点还不够，你得确认别人也有这个需求。那怎么确认呢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有没有人在卖类似的产品。那我在小红书、闲鱼上搜了一下，发现已经有人在卖视频转录的工具，而且有销量，那这就说明市场是存在的。第三步，选小而美的产品。那新手千万别想着做大而全的东西，选一个功能点把它做好就够了。比方我这个产品就只做视频转文字加 AI 总结，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功能，简单聚焦，记住这个公式，自己的痛点加市场验证加小而美等于值得做。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产品。那如果你是视频创作者，经常需要把视频转成文字做脚本参考。那如果你是打工人，想把开会录音转成文字方便整理纪要。如果你是学生，想把课程视频转成笔记方便复习。那这些场景呢都需要视频转文字。那市面上不是没有解决方案，但问题是有的工具呢需要自己配置模型，技术门槛高，而且不支持移动端。那有的可以提取文案，但提取的是简介，不是逐字稿。有些呢能读懂视频进行总结，但是没有完整的逐字稿。那所以我做了这个小鸡提取器，它的核心优势是简单加完整加移动端友好。你只需要2样东西：视频链接或者本地文件，甚至它还支持微信聊天记录里的语音、视频文件。它的第一个功能，完整的逐字稿，不是简介，是完整的逐字稿，支持多个主流平台的视频，几秒钟呢就能转成文字。第二个功能 AI 智能总结，转完文字之后，你可以让 AI 帮你总结核心内容，提取关键信息，逐字稿加总结一次搞定。那关于收费，我用的是按使用量付费的模式，用多少付多少，没有月费、年费。那这就是我的产品，简单完整，随时随地能用。接下来我想讲一下，在整个 Vibe Coding 的过程中，我踩过的几个大坑。这一部分是我花了真金白银和大量时间换来的教训，大家一定要认真听。第一个坑，需求不明确。那在选择做项目之前，一定要把自己的需求理好，因为你给大模型的上下文越清晰，它产出的东西才越可用。第二个坑，不要太复杂 ，less is more。这个坑呢，其实包含3个层面。第一层，功能要简单，不要一上来就做一个特别难的项目。别看我这个项目表面上挺简单，其实过程还是挺复杂的。期间我也砍掉了很多功能。我最早想做的是会员模式，分了月度、季度、年度等好多个档次。那不同的档次的权益还不一样。同时呢，我还想做叠加时长包、额外额度等功能，把逻辑搞得非常的复杂。那对于没有任何经验的新手来说啊，这种复杂性会带来非常多的问题，你会花大量的时间在 debug 上。第二层呢，做第一个项目的时候，你甚至可以做一个不需要后端的纯前端项目，不需要一上来就搞前后端分离，加各种会员等级、炫酷的交互、华丽的 UI， 把乱七八糟的功能都往里面塞。那实在没有必要追求面面俱到，你能做好一项就已经很难得了。最关键的是把一个点想清楚，去把它打透。那第3层，工具要选对。如果你选的模型不太好，比如我刚开始用的Gemini 3和 GPT 5.4 或者 Claude 4.6 Opus 相比，完全是2个概念。它会给你埋很多的坑，导致你需要反复修改，改到整个人快要崩溃。
所以你上来就一定要用一个好一点的模型。我推荐 Codex， 或者你就氪金上 Claude。那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，那这些大模型要怎么买？去哪里买更划算？我自己一直在用0011.ai 加的中转，不仅可以用 Claude Code， 还有 Codex， 体验下来很稳定，很少有断连或者服务不可用的情况。你注册登录成功后，可以买它的套餐，也可以按量付费，支持信用卡以及微信支付，非常的方便。那购买成功后，在这个页面获取到你的 API key。那如果你没有安装过 Claude Code 或者 Codex， 根据它的教程安装一下。底下的环境变量如果实在看不懂，你去下载一个 CC Switch， 打开它，点击添加供应商，在 API key 的位置把你的 key 填进去，请求地址填写这个，就大功告成了。那注册地址我放在简介和评论区了，有需要的可以去试一试。产品做出来了，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是怎么卖。这里我要强调一个很重要的点。开始写代码之前就要想好怎么卖。很多人做 Vibe Coding 一头扎进去写代码，沉迷于实现功能，等产品做完了才发现不知道怎么卖出去，然后就摆在那里凉了。做产品不难，卖出去才是真本事。那怎么推广呢？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找对标的3步法。第一步，去哪儿找对标？最简单的方法，去小红书、闲鱼搜你的产品关键词，比如我搜视频转文字、视频提取，就能够看到一堆在卖类似产品的人。那第2步，看什么？那找到对标之后，重点看3个东西。第一，他们怎么推广；第2，他们怎么定价；第3，他们的文案怎么写。把这些全部都记下来。第3步，怎么学？学习他们的推广路径。比如我看到对标在小红书发笔记，笔记内容是教程加产品介绍，评论区引导直接下单，这就是一条完整的路径。你可以模仿这个路径，但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做。那如果你本身就是内容创作者，那你的优势会更大，因为你可以用内容带货。那像这期视频本身就是我推广产品的一部分，我向大家展示我的产品，这本身就是很好的销售渠道。总结一下，别闭门造车，要抬头看路，找到已经在赚钱的对标，学习他们的推广方式，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执行，这比你自己瞎摸索要快很多。最后我想说 Vibe Coding 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，难的从来不是技术，是迈出的第一步。那很多人看完教程觉得很有道理，但就是不动手，总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，还要再学一学，再看一看。但其实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直接开始做，遇到问题再去解决。现在 AI 能够帮你解决99%的问题。更重要的是，当你真正开始用 AI 做项目之后，你会发现你和 AI 的协作方式会完全不一样。你不再是简单的问问题，而是学会了如何拆解需求，如何和 AI 沟通，如何验证 AI 给的答案，学会和 AI 协作，才是这个时代最值钱的技能。那这个技能不只是用在 Vibe Coding 上，你工作、学习、生活都能够用得上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想开始 Vibe Coding， 可以从自己想用的产品开始。如果你对我的产品感兴趣，欢迎搜索小鸡提取器，分享好友免费得60分钟转录时长，最多可以获得600分钟的免费时长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我是戴伦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